印度海军新一轮造舰计划被称为印度版的下饺子，印度海军真有这个能力吗？其所谓下饺子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？来一起详细了解。各位老铁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本月月初，印度海军在推特上发表声明，印度海军的新式宙斯盾导弹驱逐舰 P-15B 级的维萨卡帕特南号第66正式在印度孟买的扎港造船厂交付，加入了印度海军现役序列，宣称这艘8000吨的盾舰将显著提高印度海军的区域防空能力。此舰的服役也是印度造船工业的一个重大进步。随着中国海军在近10年来的飞速发展，052D、055等大型盾舰陆续的下饺子，不甘落寞的印度海军也开始了自己的造船计划。这次野心勃勃的印度海军打算建造一行4艘排水量8000吨、具有优异区域防空能力和对舰攻击能力的大型盾舰，以抗衡中国海军。这就是 P-15B 级盾舰。印度海军从2013年开始建造 P-15B 级盾舰，首舰为维萨卡帕特南号第66。2013年10月开始建造工作，2015年就已经完成下水任务。但是由于2019年该舰发生了火灾，并且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舰体损伤，此次事故后，维萨卡帕特南号不得不拖到了今年服役。该舰的234号舰为莫木高第67、英帕尔第68、苏特拉第69。截至目前，维萨卡帕特南号、莫木高号、英帕尔号已经完成了下水工作，而苏特拉也即将完成建造。也就是说，8年时间里，印度建造了4艘8000吨级的盾舰。这个下饺子的速度虽然没法和解放军相比，但是放眼全世界来说，还是非常的可观的。不过，印度方面的武器装备还是老毛病，不管是军舰还是飞机，能买的一定向国外购买主要部件。其原因就是印度的军工业差劲的一塌糊涂，经过数十年发展，成果有限，无法支撑起印度国产装备的野心。那么，印度这一型盾舰是不是会因为采用国外技术和设备降低战斗能力呢？这型驱逐舰与当今世界的主流宙斯盾驱逐相比，性能又如何呢？作为神盾舰，最重要的就是那4面大型的有源相控阵雷达了。而 P-15B 使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是从以色列购买的 EL-M2248S 波段雷达。这种雷达根据以色列的说法，最远能够探测450千米以外的目标。而且这种雷达不光是 P-15B 装备，韩国的独岛级2栖攻击舰、以色列的护卫舰均装备同款。从纸面数字上看， EL-M2248S 波段雷达的探测能力与当前世界中美主流盾舰基本上是同一个水平，但实际如何尚且未知。接下来就是导弹的垂发系统，看一艘驱逐舰的火力强不强，主要就得看它的垂发数量。垂发数量越多，可携带的导弹就越多。 P-15B 目前有2种垂发单元，通用性为0。前部2座2×8单元的大垂发搭载印度国产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，后部则是装载防空导弹的小垂发为4×8布置，不能携带其他类型的导弹，只能携带32发巴拉克 8ER 防空导弹，与印度此前的加尔各答级驱逐舰一模一样。火力方面的上升程度为0。从火力方面来说， P-15B 明显逊色中美2国的同类型驱逐舰。拿 052D 来说， 052D 上的垂发单元为前4×8后4×8，共计64个相同口径的垂发单元，可以容纳各种型号的导弹，可执行多种多样的作战任务，通用性强。美国的阿利伯克则是前4×8后8×8，共计96个相同口径的垂发单元，和 052D 一样，可以容纳各种型号的导弹，如巡航导弹、防空导弹、反舰导弹等。而且中美的垂发可以布置1坑4弹，进一步提升携弹量。而印度导弹过于孱弱，只有32发防空导弹，而且这种导弹都是2马赫的慢速防空导弹。如果敌方进行反舰导弹饱和打击，这32发导弹肯定是扛不住的。讽刺的是 P-15B 反舰的火力却是非常的强大，具有16枚3马赫的反舰导弹，
可以说 P-15B 的攻击能力超过了一般需求，而防御能力却远弱于骑马的需求，这是严重的攻守不平衡，属于偏科生。因此，无论是从垂发单元的导弹兼容性，还是多样性以及载弹量上来看，印度武器系统是全面落后世界主流宙斯盾驱逐舰的。而且印度这艘8000吨级别的驱逐舰多少有点浪费吨位的嫌疑。要知道，拥有64个垂发单元的 052D 才不过7000吨，拥有48个垂发的 052C 也不过6000吨，而印度这艘8000吨的大舰满打满算也不过是48个垂发单元，孱弱的火力与强大的吨位严重不匹配。而且该舰的造价因为从国外买零件加国内组装的模式，造成成本飙升，因为指不定哪天这些军舰就跑我们家门口瞎嘚瑟了。印度人爱挑事的毛病可是一直没改过的。